是艾瑞琳。就我现在人其实是在机场哦，就我现在在爱丁堡机场，然后我准备要从爱丁堡机场飞到米兰机场，我要去就是意大利1周旅游。然后其实应该也是因为就今年初就我姐去到了米兰，就是念硕士。所以我刚好就是可以从英国飞去就是意大利找他玩咯。人是已经住在英国大概快3年了吧，因为我就是从2023年就来到英国留学，念供应链管理硕士，之后我就用了 PSW 留下来，所以我目前也就是在英国工作。那我现在就要出发咯。早安，我现在人是在米兰市中心的比特里吃早餐，点了巧克力可颂跟卡布奇诺。就我是晚上的飞机，大概5点左右的时候就抵达米兰机场。然后我一出机场之后，我就是去搭就是接驳的巴士到米兰中央车站，然后再转 Metro 地铁。然后我其实昨天整个不知道，就我对目前为止啊，就我对意大利人的印象还蛮好的。就我昨天，因为我去到市中心，就是要去我姐的宿舍那边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人搭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做功课，因为可能是住在就是英国，不然就是住在欧洲久了，就是要出去玩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就是像之前是在台湾的话，就是出国会很紧张，就现在就出国就感觉很像就买个就 Ryanair 的机票，然后就上路了。然后现在泡完 SPA 了，我真的觉得哇，整个体验感真的超级好。因为其实现在是2月，然后米兰这边其实也稍微有点冷，但还是没有英国冷啊，可就微冷，所以整个就是它有户外的温泉，然后跟室内真的是完全想到就是罗马浴场那样子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啊，泡完就是有点爱上是温泉或者 SPA 这种一大栋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现在是坐在他们的 receptionist 这个就是接待大厅这边休息，然后喝个休息。然后他们有一些就免费的，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茶啊小点心。
跑去买了一间就是有8000多个评价的一个冰淇淋店。
我现在人其实是在意大利的罗马。我现在是这个地方是我在罗马住的青年旅馆 hostel， 那叫的 Room Hello。那因为我其实应该是3个月前就已经预定好我的住宿了，所以其实我订到的这一家的时候是超级便宜，才35欧元一个晚上，而且它就是在罗马火车站，大概走路10分钟就到。这也是我的35欧元还包含了我在这边的早餐是吃 buffet。第一次因为我的时间其实只有1周的旅游时间，所以我选择来到了米兰、威尼斯，还有现在的罗马。那这3个城市我大概都待2天，每个城市都待大概2天左右，所以整个这样子1周。那其实我这一整趟旅行，其实我觉得感触蛮多，因为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独旅，然后其他时间跟我亲姐姐，要不然在这边有认识一些在米兰、意大利当地生活的新朋友。那我自己很享受这个旅行的时间，我觉得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会跟他们更了解到，不管是意大利当地的生活，然后跟英国的一些像是差异吧。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对意大利印象很深刻，其实我在这1周大概7天的时间，我觉得意大利人真的还蛮友善，而且还蛮亲切的。就对比我之前有去过的西班牙、法国，然后德国之类的，意大利人这边他们会主动的，看到你有需要帮忙，他们会主动的去帮助你。像我这次旅行，我有火车票直接掉到地上啊，然后就有一个老阿伯，他直接走来，然后跟我比地上，然后说意思我车票掉了。然后我还有我把行李放在那个火车上面那边，然后我就把它拿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很矮了，所以我就踮着脚，然后也有点勾不，手勾不太到。然后又一个意大利的爸爸，他也是直接帮我拿下来，然后或是还有人就主动教我怎么去买车票。所以我觉得这边人让我觉得因为其实英国人也不会不帮忙，就英国人比较偏向是，如果你有需要帮忙，就你主动去问他们，他们就会跟你解答，然后跟你说怎么样。而意大利人这边，我发现这几天下来比较偏向是，因为其实我没有主动的去类似问他们，他们直接看到我，然后帮助我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情味很重要，让我觉得其实意大利真的是适合旅游。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还相对的安全很多，有可能是我已经还蛮习惯整个欧洲的生活，所以自己本身也会比较多注意吧。所以我是觉得只要有多留意的情况之下，基本上是不需要觉得太害怕。因为现在我觉得感觉在英国的生活，就算也是欧洲了，就很多人来到英国，也是有旅游客，因为毕竟我们在那边留学工或留下来是工作，所以它就有点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回到了，比方说有点像比方说我在台北工作那种生活，我在那边每天上班下班，然后做这些创业的事，其实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完全放松下来欣赏一些当地的风情，或是其实也已经习惯了在英国那边生活，所以来到意大利，我觉得也会每次一趟旅游离开英国，都会让我有一种灌溉一些养分，然后助力一些新的活力启发的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就在英国这一年，因为除了它是我在我用 PSW 签证的最后一个完整的一整年之外，就我已经29了，就29岁了，所以我也即将迈入3。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女生迈入3，我已经不觉得有什么好，觉得好像年纪很大或是很老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其实反而越来越享受或是期待，这一个年纪，没有那么屁孩，没有那么嫩，可是整个不管是你的生活，或是你对自己的理想目标，其实真的不只是有想法，是开始有了雏形之后，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好几年，就会用心的去创造灌溉。而且再来我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自己，已经待在英国那么久的人，
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一些价值观，或是甚至是穿着，或是对生活态度，其实也有渐渐就是有潜移默化的在欧洲被影响着。那大家说到这边，大家可能会以为说，哦，所以就是变得很 work life balance，然后完全不想工作。其实我觉得不是，而是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我其实上班之外，我还有在创业，我反而是觉得做事情变得更有动力之外，可是就是下班放松的时间也会更懂得怎么去享受。总之就是最后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在20几岁的时候，真的有好好的铺好自己的路吧。所以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，就是尽量多去尝试不同的事情。可我觉得不只是尝试不同的事情，我是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会觉得你做的就每一件事情都尽量把它做到最好，然后学到最彻底。就即使它只是每一段的小过程，可是你把你20几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认真的学好之后，然后在你30岁开始起头的时候，就准备可以生根的时候，你就能把你20几岁就是做过的每件事情、学到的每件事情都可以串成一条线。所以像我一路就是走来到现在，不管是之前在百货公司、购物中心做招商啊、商场规划品牌招商这个任务，然后到就是我来到英国，就是往比较偏就是海外的行销策略啊，然后或是电商，甚至是比较偏网络行销这些技术，就是开始比较想要努力去深耕经营。其实我觉得都是在为之后的自己想要铺上更理想的生活。也就是结合就是我热爱的时尚零售，可是能突破就是传统的商业模式。最后呢，就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就2026年，还是努力的好好生活。然后不管你现在是在就是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或是什么年纪，就好好的享受吧，然后跟认真的每一天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